我是一本小说中阴鸷疯批反派的炮灰狗腿子，反派让我欺负男主，我二话不说直接照做。可后来我觉醒了，为了避免将来被男主报复而死的命运，我开始疯了一样的讨好他。可谁曾想，这一讨好就讨好得过了头。后来男主不仅对我表白，还掐着我的腰将我抵在墙上肆意的亲吻。更要命的是，这一幕竟然还被反派给撞见了。为了保命，我果断地向他们撒谎，然后偷偷跑路。我本以为这个计划会很成功，直到我被他们五花大绑抓进了小黑屋。反派和男主的声音在我耳边接连响起：阳奉阴违的小骗子，说吧，待会儿你想被我怎么惩罚？姐姐，我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要逃跑？人带到了吗？站在器材室前，我询问我身旁的小弟。放心吧，林姐，人已经在里面了。我点了点头，随后推开门进去。昏暗的器材室内，宋清让被红绳紧紧束缚在椅子上，他的眼睛被一块黑色的丝绸蒙住，头微微低垂着，如濒死的白天鹅，透露出浓浓的无助和脆弱之感。仅看他裸露出来的精致的下半张脸，我便可断定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美人。我走到他的面前，将附于他眼睛之上的黑色丝绸一把扯了下来，然后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向我。少年纤长的羽节轻轻颤了颤，随后他缓缓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琥珀色的眼眸，形状优美，好看得动人心魄。我愣愣地看着他，呼吸不由得一滞。不过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你就是那个一直和我家慈哥作对的宋清让啊？我眯了眯眼眸，用力捏着他的下巴，厉声道。宋清让垂下眼帘，微微别过头，过了许久都没有回应我的话。这一下就把暴脾气的我给惹毛了。我抬手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问你话呢？宋清让被我打得偏过头去，绯色迅速蔓延上了他白皙的脸颊和耳朵，他浑身站立，纤长的羽节止不住的颤动。呵，果然害怕了。我愉悦地勾起唇角，将他的头掰了过来，再次迫使他与我对视。这就是你和我们慈哥作对的下场，识相的话就赶快从我们学校滚出去。宋清让看着我，好看的眼眸中潋滟着泪光。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凭什么？该滚的人明明是他。你竟然还敢顶嘴！我气愤地从小弟那儿要来一根皮带，毫不犹豫地往他身上狠狠抽了过去。数道清脆的啪声过后，我抬腿用鞋尖踩上他刚被抽打过的小腹，不断地左右捻动。宋清让紧皱着眉头闷哼了一声，他的脸颊红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胸腔止不住地上下起伏，一下比一下更加粗重的喘息声在整个屋子里回响。我抬起手还想再教训他一下，可就在这时，我的脑袋突然一阵剧痛，大量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之中。原来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本小说，刚刚被我欺负的宋清让是这本小说的男主，我的老大陆羽慈是这本小说最大的反派，而我则是一个下场极为凄惨的炮灰。在未来，男主将会迅速崛起，成为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将曾经欺负过他的人一个一个的报复回来，而最先受死的就是我这个没什么势力，曾经还狠狠凌辱过他的反派的狗腿子。我将会在宋清让的疯狂报复下沦落为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乞丐，然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迎面而来的大卡车活活撞死。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脑海中的画面实在太过真实了，真实到我好像刚刚真的被一辆大卡车碾过一般。看着眼前被绑在椅子上神色有些痛苦的宋清让，我顿时慌乱到有些手足无措。要不是陆羽慈的其他小弟还站在我的身后，我这会儿都想直接跪下给他道歉。反应过来后，我连忙上前给宋清让松绑，把绳子全部解开之后，我对他说，今天就到这儿，你可以走了。宋清让红着脸有些疑惑地看着我，喘着气缓缓开口道，你不继续了吗？继续？我哪还有胆子敢继续啊？碍于还有其他人在，我只好凶巴巴地对他说道，让你走就走，废话什么？怎么还想继续留下挨打？你是受虐狂吗？宋清让抿了抿唇，然后垂下眼帘，遮盖住眼底晦暗不明的神色。他这才站起身来，往门口的方向走去。亲眼看着他彻底离开之后，我这才松了口气。一旁的小弟不解道，林姐，你就这么把他放走了呀？万一被慈哥知道？我狠狠瞪了他一眼，那就不让他知道。接下来的好几天，我的心神格外不宁，脑海中不断浮现我被大卡车撞飞的画面。为了避免自己真落得个这样悲惨的下场，一天放学后，我找上了宋清让，打算向他为之前的事道歉。趁现在他对我的仇恨值还没那么高，我得尽快给自己洗白。我跟在宋清让的身后，内心不断思考着接下来的措辞。结果一抬头，发现人跟丢了。我到处找寻着宋清让的身影，在路过一个空教室的时候，突然被人抓住手腕，一把拽了进去。宋清让将我抵在墙上，眼神狠厉地盯着我。我被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他。男主竟然这么凶的吗？可下一秒，在看清我的脸庞之后，宋清让却飞速地松开我的手，神情有些愕然地道，是你？我朝他笑了笑，刚想说话，却被他打断。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是又想像之前一样把我绑走，然后打我吗？宋清让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不知为何，我竟觉得他看向我的眼神中竟然暗含着一丝期待。不对，这肯定是我的错觉，正常人谁会期待被打呀？我连忙摆手回他道，当然不是，你尽管放心，我以后都不会再打你的。哦。宋清让垂下眼帘，遮盖住眼底的失落。我接着道，我来找你是来向你道歉的，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么欺负你，希望你能原谅我。闻言，宋清让有些警惕地抬眼看向我，这又是你们的什么新把戏吗？我连忙解释道，
不是的，我是真心实意想和你道歉的。为了让我的这番话显得更诚恳，我偷偷将手背到身后，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硬生生挤出几滴眼泪。我不是故意要欺负你的，都是陆羽慈那个坏蛋逼我的。呜呜！宋清让神色一怔，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问道：“你也觉得陆羽慈是坏蛋？”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当然，他简直是我见过最坏的人了。你都不知道他脾气有多臭，你稍微不顺他心意，他就给你甩脸子，仗着家里有权有势，整天欺男霸女，横行霸道，简直和混世魔王没什么区别。宋清让，听起来你好像很讨厌他的样子。我回，我当然讨厌他了。你别看我表面上一副很尊敬他的样子，但其实全天下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他了。你都不知道我平时装的有多累。宋清让笑了，我眼睛一亮，看来有戏。果不其然，下一秒宋清让道：“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暂且原谅你了。”暂且？只是暂且吗？我用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看着宋清让。宋清让，因为我不确定你将来会怎么样。好吧，不过没关系，我会用时间来让你见证我对你的诚心的。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我整天追在宋清让屁股后面，向他展示我对他的诚心。好在过程非常顺利，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进展简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这下我肯定不会沦落到被大卡车撞死的结局了。而且不仅如此，以后我跟着男主还愁不能吃香的喝辣的吗？我正沾沾自喜之时，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陆羽慈的信息：20分钟之内过来找我。我皱了皱眉，这大爷又要干什么？自从觉醒之后，我对陆羽慈就失去了滤镜。以前我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恨不得跟在他身后当他一辈子的舔狗。而现在我对他只剩下了打工人对老板的厌恶。可即使内心在抱怨，我也还是屁颠屁颠的跑过去找他了。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还得靠给他当狗腿子赚钱呢？我赶到陆羽慈身边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到我来了，他抬起手看了看手表，继而面色阴沉地道：“林夏夏，你迟到了。”我连忙走到陆羽慈的身边坐下，然后朝他露出一个狗腿的笑。哎呀，人家不是故意的，路上有点堵车。陆羽慈并没有接受我的讨好，他冷冷地看着我，语气中带着些许怒火：“林夏夏，最近你对我可真是越来越不上心了呀！”我猛地瞪大双眼：“慈哥，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呢？我对你不上心？我怎么可能对你不上心啊？我那心分明都长在你身上了好吗？”“哦，是吗？那为什么昨天我给你打10几个电话，你一个也没接？打了10几个电话，可我没看到未接来电记录啊。昨天我在干嘛来着？哦，我和宋清让去外面玩了。因为穿着裙子没有口袋，所以我还把手机交给宋清让保管了。通话记录应该是被宋清让删掉的。他那么讨厌陆羽慈，删掉陆羽慈的来电记录就还挺正常。但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难题，该怎么向陆羽慈解释啊？”看着我一脸不知该如何开口的表情，陆羽慈脸上的怒火更甚，声音也更是冷冽到了极致：“林夏夏，你外面有人了是不是？告诉我他是谁？”他微眯起眼，眸中是浓到快要溢出来的杀意。我感觉我现在只要随便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陆羽慈就会毫不犹豫地找人去把那人干掉。他最近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给手下的人颁布了一个恋爱禁令，好像谁谈了恋爱会要了他命似的。我不得不解释道：“怎么可能有人啊？有慈哥您这么英俊帅气的男人在我眼前，我怎么可能还看得上别人？”陆羽慈看着我，一脸不信。无奈之下，我只好掏出手机：“来，你看我给你的微信备注是什么？”我打开微信，然后递给他看，看到心中唯一的男神这7个字，陆羽慈的面色稍霁。我再接再厉道：“你还可以再去看看我所有短视频软件的关注，别的女生关注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帅哥，但我就不一样了，我的关注里就只有慈哥你一个人。”陆羽慈一个一个点开我所有的短视频软件，确认我并没有说谎之后，脸色明显好转了不少。我稍微松了口气，多亏了我之前还真是陆羽慈的舔狗啊。慈哥，我外面真的不可能有人的。我再次向他表忠心。陆羽慈冷哼一声，将手机丢回给我：“谅你也不敢，你知道的，背叛我的代价是什么？”听到他的这句话，我咽了咽口水，强忍住心慌，抱住他的手臂晃了晃，撒娇道：“谁背叛你，我也不会背叛你呀。”陆羽慈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行了，别贫嘴了，宋家那小子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陆家和宋家是世代的仇敌，再加上前几年在宋家的设计之下，陆羽慈的母亲出了一场不小的车祸，因此陆羽慈平等地仇视着宋家的所有人。他一直很想找个机会报复回去，而恰好这个时候，宋清让开始不断地在他面前晃悠，所以陆羽慈自然而然便把宋清让当作出气筒，让我去欺负教训他，再顺便把他赶出学校，眼不见为净。宋家那小子骨头有点硬，一时想要把他赶走还有点困难。不过慈哥你放心，我会好好办的。我装作非常忠心耿耿地道。下一秒，陆羽慈掏出手机给我转了一笔钱。我打开手机一看，卧槽，5万块！刚刚误会你了，这算是给你的补偿。陆羽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慈哥，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我爱死你了！”我兴奋地一把抱住他，油嘴滑舌。陆羽慈看了看我含在他腰间的手臂，面色微红的别过脸。宋清让约我在学校的镜湖见面，我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撞见他在被人欺负。宋清让是宋家的私生子，在我们这个贵族学校，有相当多的人都看不起他，整天以戏耍他为乐。我借着陆羽慈的身份把那些人驱赶走，然后把宋清让救了上来。看着浑身湿漉漉的他，我担忧地问道：“宋清让，你没事吧？”宋清让看着我，非常勉强地对我露出一个笑容：“没事。”此时此刻，他脸色苍白，整个人由内而外透露出浓浓的破碎感。
我突然感觉一阵心疼，不由得痛骂起刚刚欺负他的那些人，他们真是太可恶了。没关系，不用担心，我都习惯了。这话一出，我更心疼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非常有义气地说：别怕，以后就让姐姐我来保护你吧。姐姐。宋清让微微一怔，啊呸，一时说顺嘴了。他笑了笑，没关系，我喜欢这个称呼。姐。宋清让一字一顿认真地喊我，简简单单的2个字被他说得极为缱绻旖旎，我不由得小脸一红。啊，怎么能这么可爱，也太犯规了吧。宋清让，姐姐，刚刚有个人打了我一巴掌，我现在这边脸有点疼，你能不能靠近一点帮我看看？哦，好。我凑近他，捧着他的一边脸，歪着头帮他查看脸上的情况，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姿势从背后看过去很像在和他接吻。还好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红。说完我后撤一步，刚想和宋清让分开，他却在此刻突然搂住我的腰，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再次拉近。下一秒，一道极其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你们在干什么？我下意识地回头，只见陆羽慈正满脸怒火地注视着我们。卧槽！我被吓得猛地一把将宋清让推开，急中生智的我连忙指着他怒骂道：怎么翅膀硬了还想还手是不是？你给我等着，下次再见到你我就不只是把你推进河里扇你巴掌这么简单了。真是晦气，慈哥，我们走。说完我跑到陆羽慈的身边，牵着他的手坐上了回陆家的车子里。车上的氛围寂静的可怕，陆羽慈阴沉着脸色，周身的空气仿佛快要冻出冰碴子。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多少。抱着好奇和打探的心思，我伸出手指戳了戳陆羽慈。慈哥，你怎么了？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慈哥，你说句话呀。陆羽慈这才转过头来看我，朝我露出一个想要叨了我的眼神。林夏夏，我让你去欺负人，你就是这么欺负的。我的呼吸猛地一滞，完蛋，他肯定看到全过程了，我死定了。我在脑海中疯狂检索着可以让我死得更体面一点的理由，谁曾想下一秒陆羽慈咬牙切齿道：欺负的人家都喜欢上你了，你还真是有本事啊。啊！我愣了一瞬，反应过来后我才意识到陆羽慈应该还不知道刚刚我其实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欺负过宋清让。幸好事情还没有败露，我松了一口气道：慈哥，你误会了，宋家那小子怎么可能喜欢我呀？怎么不可能？你知道刚刚他看你的眼神有多恶心吗？恶心到他都恨不得把那小子的眼睛给挖出来。陆羽慈满脸的怒容，我安抚他道：哎呀，慈哥，你肯定是误会了，我都那么欺负他了，他怎么会喜欢上我呢？又不是受虐狂。陆羽慈嗤笑了一声，是，按道理来说一般人都不会是受虐狂，我突然就有点好奇你这些天是怎么欺负他的了。说完他掏出手机，像是要给谁打电话。完蛋！我瞪大双眼，下意识靠近他，然后伸手想把他的手机抢走。就在这时，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我猝不及防往他怀里摔去。陆羽慈和我的嘴唇就这么来了个亲密接触，我俩都愣住了，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对方好久，直到我情不自禁地嘬了他的嘴唇一口，他这才回过神来，脸色爆红，连忙将我推开。陆羽慈飞快地挪动着身子远离我，直至贴近车门。他扭头看向窗外，耳朵红得快要滴血。我还沉浸在刚刚的意外事件之中，不由自主地抬手抚上唇瓣，喃喃道：慈哥，你嘴唇好软啊。闻言，陆羽慈的耳朵红得更厉害了。闭嘴，不许说。他瓮声瓮气道。陆羽慈羞得半天没和我说话，好在这个意外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我和宋清让私底下交好的事并没有暴露。一天晚上，陆羽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陪他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路上，我突然收到了来自宋清让的信息。宋清让，姐姐，你这段时间是在故意躲着我吗？是我做错了什么，惹你生气了吗？猫猫头流泪点 JPG， 我连忙打字向他解释。陆羽慈已经在怀疑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要是被他知道我们私底下是好朋友的话，我就完蛋了。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疏远你的。宋清让，没关系，姐姐你不用自责。其实我来找你是因为今天是我生日，你可以和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吗？我在对话框里打出生日快乐这4个字，可还没发出去，宋清让便又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宋清让，我想让你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我今天可能有点不太方便，我等会儿还得和陆羽慈一起吃饭，现在我已经到餐厅了。宋清让，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听你说完生日快乐我就走。好吧，我把餐厅地址给他发了过去。一走进这家餐厅，我下意识的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灯光的色调太暖，用来装饰的鲜花太多，周围环境的气氛让我感觉这一定是一家有着情侣约会圣地之名的餐厅。在陆羽慈对面坐下后，我才发现周围好像空荡荡的，我不由得开口问：慈哥，你包场了吗？陆羽慈点了点头。慈哥，你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和我说吗？怎么还特地包场了？听到我的这句话后，不知为何陆羽慈的脸突然变得有点红，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我打开一看，是宋清让给我发来的消息：姐姐我到了，你下来见我一面吧。我连忙装作肚子痛，然后对陆羽慈说：慈哥，我先去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刚一走出餐厅，我便遇到了宋清让，我笑着对他说：生日快乐，宋清让。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礼物的话我过几天不给你。陆羽慈还在楼上等我，我就先回去了。说完，我本想转身就走，可就在这时，宋清让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他说：生日礼物不用之后再补，姐姐你现在就能给我。我回过头，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宋清让接着道，我喜欢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啊！我愣愣地看着他，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你是认真的吗？宋清让笑着道，当然是真的。他眨着星星眼，像只小狗般对我摇尾乞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姐姐你会答应给我的，对吧？我结结巴巴地回他，对不起，我对你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姐姐你都没试过，怎么知道对我没有那种感觉？宋清让眸中的神色突然变得危险了起来，他一步一步朝我逼近，我下意识的后退，直至背部接触到冰冷粗糙的墙面。宋清让抬手捏住我的下巴，在我惊讶的眸光之下，他低头狠狠地吻了上来，唇瓣被他紧贴着辗转亲吻。在这汹涌的攻势之下，我的防线被彻底攻破，他的舌尖强势侵入，而后便是疯狂地扫荡，攻城略地。我的脑子逐渐变得晕乎乎的，而就在这时，我鬼使神差地睁开了眼，然后看到了站在不远处，脸色苍白如纸，脸愣怔地盯着我们的陆羽慈。他整个人看上去好像快碎了，事情究竟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看着眼前缠斗不休、拳拳到肉，恨不得把对方打死的两个男人，我懵了。我喊他们停下，他们反而打得更起劲。最终是宋清让落了下风，眼见陆羽慈的拳头就要砸到宋清让的脑门上，我连忙冲上前搂住陆羽慈的腰制止他。看到我的举动，宋清让毫不在意地拭去唇角的血迹，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嘴角勾起一个肆意的笑。谢谢姐姐护着我。闻言，陆羽慈更生气了，他大声怒吼道，你个臭不要脸的小三，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说罢，他扯着我的手想要挣脱我的怀抱，我更加用力地抱紧他。陆羽慈，别打了，他已经受伤了，再打下去真的会出人命的。陆羽慈又挣了2下，但最终他还是停下了动作，他身体颤抖着，声音染上哭腔，你只看得到他这个小三受伤了是吗？那我呢？我也受伤了。听着陆羽慈一口一个小三地喊，宋清让不悦地皱起了眉头，这位大哥，你好像没和我姐姐在一起吧？我怎么就成小三了？还有，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姐姐她不仅不喜欢你，还很讨厌你呢。说完，他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我和他的声音从手机里清晰地传了出来。你也觉得陆羽慈是个坏蛋？当然，他简直是我见过最坏的人了，你都不知道他脾气有多臭，你稍微不顺他心意，他就给你甩脸子，仗着家里有权有势，整天欺男霸女，横行霸道，简直和混世魔王没什么区别。听起来你好像很讨厌他的样子。我当然讨厌他了，你别看我表面上一副很尊敬他的样子，但其实全天下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他了，你都不知道我平时装的有多累。卧槽，他什么时候录的？陆羽慈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我松开抱着他腰的手，走到他面前，颤巍巍地道，慈哥。陆羽慈低着头，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过了一会儿，他声线发颤地开口，林夏夏，你知道刚刚在饭桌上我想干什么吗？我想和你表白，因为我觉得既然亲了你，那就要负责。我斟酌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结果一下来找你，就看到你在和他接吻。他还告诉我说，你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以前对我的喜欢都是装出来的，甚至还一直都很讨厌我。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过吗？说完，他自嘲地笑了笑，呵，你知道又怎么样？你都那么讨厌我了，又怎么会在意我的死活？看着泪眼朦胧的他，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了浓浓的愧疚之感。完蛋，我好像真的有点心疼他了。可就在这时，宋清让嗤笑了一声道，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吗？为什么讨厌你？你心里没点数吗？陆羽慈本来就眼眶含泪，被他这么一忍，直接绷不住了，眼泪哗啦哗啦的往下流。一个1米88高大帅气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哭得像个200多斤的孩子。对上陆羽慈，宋清让牙尖嘴利的不像话，他还想开口对他，但刚说出一个字就被我厉声制止。够了，别再说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道，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了，但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下？说是考虑，实则是逃避。在我抱着能多拖一会儿算一会儿的心情的时候，有人却已经急不可耐了。一天，宋清让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待会儿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我。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几名送货人员将一个巨型礼盒搬进了我家客厅。什么东西这么大？怀着好奇的心情，我打开了这个礼盒，只见一个头顶戴着猫耳，脖子被黑色项圈束缚着的美少年正躺在其中。他赤裸着上半身，白皙的胸口前系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整个人看上去精致的就像橱窗里的洋娃娃。或许是感受到了光线的照射，他睁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继而看向我，对我轻轻地打声招呼，哟，宋清让，你这是干什么？他坐起身来，朝我露出一个甜甜的笑，给姐姐你送礼物啊，怎么样？惊喜吗？我尬笑道，挺惊喜的。说实话，惊喜其实一般，但惊吓倒是有了。要是开出个一块一块的，我怕是会被吓得当场去世。宋清让牵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脸颊边，然后又用脸颊蹭了蹭我的掌心，道，今天我就是你的专属礼物哦，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说完，他从盒子里掏出一堆道具，笑着对我眨了眨眼睛，想用他们玩我吗？看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一整个瞠目结舌。宋清让，你不会是抖安吧？所以我把他关进器材室，欺负他的那一次，他非但不讨厌，甚至还被我给打爽了，只在姐姐你面前是。他在我的手背上落下一个轻轻的吻，然后抬头用那种充满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姐姐你就要了我吧，我想成为你的所有物，最好全身上下都能遍布你的痕迹和气息。宋清让把我的手放在他胸口的蝴蝶结上，用那种满是诱惑的语气对我说，解开它，我就是你的了。我咽了咽口水，勾引，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勾引啊！看着眼前猫咪一样的美少年，
我的手指不受控制的微微一动，可下一秒他却说，要了我就不能要陆雨慈那个王八蛋喽。好家伙，感情在这儿等着我呢。我一秒下头，将他连人带盒一起丢出了门外。宋清让在外面狂敲门，我大喊一声，滚回家等通知去。刚送走宋清让，又来了个陆雨慈。晚上，陆雨慈身边的人给我打电话说，陆雨慈在酒吧喝醉了，谁来叫他，他都不肯走，只有听到我的名字才会有反应。不得已之下，我只好赶去酒吧接他。刚一进包厢，我便看到了瘫在沙发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陆雨慈。我走到他的身边，戳了戳他的手臂，还没开口说话，他便一把挥开我的手道，我是不会和你们走的，除非你们把林夏夏那个坏女人给我叫来。我叹了口气，喊了他一声，慈哥。陆雨慈惊讶地转过头，下一秒他猛地上前一把抱住我，他紧紧搂着我的腰，将头埋入我的颈窝。过了许久，才闷声闷气道，你不是讨厌我吗？还来见我干什么？那我走不准。陆雨慈搂着我腰的力道又加大了些许，他的声音染上了哭腔，我们在一起的这么多年，竟然还比不上你和宋清让在一起的那几个月吗？你说我脾气差，好，我改，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这个就讨厌我，不要我？慈哥，我们回去吧。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回去。我长叹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背道，好好好，我答应你行了吧？陆雨慈总算是愿意跟我走了。我唤着他走出包厢，他一边走一边傻笑道，嘿嘿，你真好。走着走着，他突然又来一句，你不是说过我嘴巴很软吗？给你随便亲好不好？我没理他。过了一会儿，他猛地凑上前来，在我嘴角落下一个吻。你不亲我，那我亲你好了。亲完之后，他又哼哼道，宋清让那小子就是个私生子，我可是陆家的嫡子，等过几天我非得把他发卖了不可，让他和我抢。他还没我有钱，你选我吧，以后我的钱都是你的。他还不知道，以后宋清让会变得比他更加有钱。送完陆雨慈回去之后，我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思考人生。我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对两个男人心动的女人吧。第二天，宋清让和陆雨慈同时给我发来微信问我，他们两个当中我到底选谁？我给我和他们两个拉了一个小群。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两个可以和谐相处？我想好了，区区2个而已，我能承受得住。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选择全都要。下一秒，手机屏幕上便弹出了2条消息，陆雨慈，问号，宋清让，姐姐你在说什么胡话？还没等我打出下一句话，群里的消息便和刷屏似的，猛地弹出一大堆。陆雨慈和宋清让之前没加过联系方式，我拉的这个小群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战斗的地方，两人像是在比拼一样，疯狂地扣字辱骂对方。陆雨慈，宋清让，你个某某，我 Triple X。宋清让，你 X 才是某某，你全家都是 X。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把群给解散了。既然他们两个实在容不下对方，那我就只好全都不要了。我实在狠不下心伤害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爱，没办法，谁让我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呢？已经坐上飞机的我，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如是想到。5年后，我再次回到 A 市，都5年了，想必宋清让和陆雨慈他们两个早就已经把我忘了，我应该不用再担心他们会对我怎么样了。我开开心心地计划着接下来去哪里玩，结果刚一出机场就被人打晕带走了。再次醒来之时，我正位于一个昏暗的房间之中，躺在一张大床之上，面前站着2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宋清让和陆雨慈。5年过去，他们变得更帅了，身上还多了一种成熟男人才会有的气质。嗨，好久不见。我坐起身，本想抬手向他们两个打个招呼，可却在下一秒发现自己的手腕被锁链给锁住。看着我一脸惊恐的表情，陆雨慈笑了，他坐到我的身边，勾起我的下巴，用拇指在其上不断的磨，锐利的眼眸死死地盯着我。阳奉阴违的小骗子，说吧，待会儿你想对我怎么惩罚？就在这时，宋清让也开口道，姐姐，我那么喜欢你，你到底为什么要逃跑？我下意识挪动身子，想离他们远一些，可手腕上锁链的束缚却让我退无可退。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你们想干什么？宋清让和陆雨慈异口同声道。还用说吗？当然是干你呀，宝贝！救命啊！救命啊！我惊慌地大喊。宋清让，在这里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破喉咙，破喉咙。我的嘴被陆雨慈猛地捂住。他怒声道，还和他这个骗子废话什么？直接上！不知过了多久，我躺在床上，累到快要虚脱，2只手分别被左右的2个人死死的10指紧扣住，一点也动弹不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哎，算了，既然反抗不了，那就享受吧。我闭上双眼，沉沉睡去。他们2个5年来一直都没找到我，是因为他们都以为是对方把我给藏起来了，得知我才是那个欺骗了他们的人之后，他们才达成和解。全文完。